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是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你的正缘。那今天呢，我们会把时间稍微限定一下，我们把它限定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这个我们去做这个占卜、做这个连接的一个时间。那为什么我想限制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这样子的1年时间呢？是因为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期占卜为大家解析这个正缘的能量啊。我们去看正缘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去看我们的这个正缘它究竟是如何的一个人，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从宇宙连接到的这个能量和讯息，帮助大家去解析一下当前你跟正缘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你的能量当中，在对方的能量当中，你们在能量的层级有怎样的一个，比方说距离，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或者是改变调整，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从而呢使我们可以跟正缘的这个距离能够加近，或者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快速的、更加准确的吸引到这个跟自己连接很深刻的正缘。那么在讲到正缘的时候呢，其实在这几年做占卜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议题，特别是在对正缘的一个定义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给我的留言以及给我的一些提问啊，所以呢，在这样子今年的占卜能量当中，我们去再次的看正缘。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去积极的分享，或者是当你从刚开始遇见正缘这个名词到你现在，比方说你经历了，你体会了，或者是你在学习当中，你有怎样的感悟，你对正缘又是怎样的一个定义，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分享啊，请你们在留言告诉我。那么我也想通过就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为大家整理出正缘能量的一些讯息。在正缘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2个字里面啊，其实呢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2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方向呢是来自于正缘这个单词，我们所谓的有一点引号的命定论，就是说这个正缘是宇宙为我们安排好的，这个人呢他在那里，无论这个人他的成长或者是今生的经历是如何的，那就一定是他。这种正缘的能量的解析，其实它会比较偏向于我们所谓的命运，我们命中注定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好，就是这个人跟我们一定是有一些，无论是我们用业力的能量去讲，还是用前世今生的能量去讲，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第二种呢，对于正缘的一种解释或者是诠释，更加多的是来自于一种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是命运的主宰我们自己个体是命运的主宰。我们在提升自己能量的过程当中，我们将遇见一个跟我们能量频率或者是能量等级比较相似或者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有缘跟这样子的人去遇见，我们有缘跟这样子的人去连接。那么这个人他能否成为我们所谓的正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个人去相处，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人，怎样去加深我们之间的连接，同时呢去我们所谓的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去发展。那么这个人呢是相当于我们自己去打造建造，最后连接，最后跟他走在一起，成为一生的伴侣。那么这一种呢是第二种解释或者是诠释。所以说你的正缘的感觉是怎样，你又觉得正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所以如果今天有些朋友，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无论你是同意以上的某一种说法，还是说你有第3种想法，或者是说你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就是觉得一定要有的几个点，就是欢迎大家踊跃的在这一期占卜的下方给我留言，那我会整理出来，然后呢做一期节目也跟大家去分享。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占卜主题今天呢我们看的是正缘，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占卜我会跟大家通过3个部分来解析它。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通过你面前的这3副指引牌来做一个能量的划分所以我们今天会有验证的部分，在验证的环节里，我也会为大家去 channeling 这个正缘的能量，就是它现在与你之间的一个所谓的距离，或者是你们2个人的关联是怎样的，你们2个人的连接情况是如何的。那第2个部分呢，我们会非常具体的来看这个正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会从性格的分析，我们也会去看能不能宇宙给我们一些包括这个人的外形，或者是一些背景啊，我们所谓的背景资料相关的信息，来帮大家去无论是找寻还是确认，还是说再一次的去验证都 OK 的。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具体有关于这个人。那我们今天的占卜的正缘能量也会为大家带来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是有关于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那么在宇宙的指引跟建议这边呢，会给大家一些非常具体的，比方说如果你已经遇见他，那么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如果说你还没有遇见他，那就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提升，或者是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当下的生活，让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个正缘相遇，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个正缘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把握住自己跟这个正缘之间的连接，从而让我们彼此双方都能够获得最终极的感情幸福。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啦。那今天的选牌呢，和往期一样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讯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从左往右呢，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选用的这个神谕牌组就是 Healing Mantra，Healing Mantra。然后呢，我为你们选用的一个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比较偏白色的粉色水晶原石。这个是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我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粉水晶你感觉一下这个粉水晶跟自己想看的2023年的这个正缘是否是有对应跟连接的。然后呢，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确认有些朋友可能会疑问，这个2023年的定义是我们2023年月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还是2023年是农历年嘛？所以呢，这边我会跟大家讲的是2023年的农历年，因为在我今天去连接这个能量的时候，已经是2023年的2月份了。那我会想从我们农历的春季春夏秋冬这样子的一个4季的能量，一直到2024年的2月4号左右今年是癸卯兔年，有2个立春嘛，所以我们可能会一直看到2024年2月份到3月份这个时间段，大概呢也是12到13个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跨度，好吧？等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时间写在我们的这个标题或者是描述栏里面如果有些朋友没有听到这一段话的话，你可以去看。好，然后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这边呢，我们为你选用的神谕牌卡是Energy Spirit，Energy and Spirit Oracle 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给你选用的这个宝石你可以感觉一下非常明显的这种矿石的感觉。它的名字呢是孔雀铜矿，偏紫色的一个铜矿石 Bronite，这个就是 Pink Crystal， 这个就是 Bronite，孔雀铜矿紫色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非常亮的。今天的这个光线的原因，可能还不能够完全把它的光泽给显现出来好 OK， 第二组。然后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我为你们选用的这个牌组它的名字是美人鱼的讯息Message from Mermaids Oracle Cards 这个是美人鱼讯息。然后呢，这里我为你们选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孔雀石可以看一下绿色的孔雀石。好，
虽然可能这个第2组跟第3组啊，大家可能会发现很巧合，都有一个孔雀的这个字眼啊，在它的这个名词当中，但是呢，它们的这个差异是很大的。第2个呢是孔雀铜矿，属于铜矿石，它的英文呢是 Bronite。那第3组呢，它是孔雀石。那么这个呢，它的英文单词是 Malachite， 是完全不一样的2颗宝石啊，请大家就是通过自己的灵性，通过自己的直觉去连接你去看今天正元2023的时候，你究竟对哪一副牌组，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是有对应，或者是有连接的。好，那为了方便你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冥想，让我们去除我们的杂念，让我们去除任何的消极负面的情绪，让我们去带着感恩的心连接宇宙的能量好，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来一起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的正元2023的能量和讯息，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有吸引到你。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有些朋友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在选牌的环节遇到2副组牌，或者是能量宝石就是跟自己都非常有对应跟连接的情况呢，那我会建议你先点开都听，看一下第一部分的验证以及我们能量的对应能否对应到你，或者是说你2组都听听看，从2组当中去节选出与自己有帮助、与自己能够对应得到的能量和讯息，或者是建议就好了。请大家放松心情。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你的正元2023。那我们待会儿见了。好了，那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粉色的水晶宝石。粉水晶其实会有一点就是区分跟不同。粉色水晶呢，大家如果去购买或者是挑选或者是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粉色水晶呢有比较偏白的，粉色水晶里有比较偏红的有比较偏白的，也有比较偏红的。那么比较偏白色的，就像你现在看到我手上的这一颗原石它呢有一个寓意，就是 pure love， 纯洁的爱，或者是纯净的爱这个是白色的带一点粉，偏白的粉水晶。那么粉色水晶呢，给人的感受整体都是非常温柔的、柔软的，对吧？ gentle非常的亲切我们给的这个粉色水晶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会有那种很 calming， 就是很平静的那种，带着那种淡淡的甜甜的味道那粉色水晶呢，它非常强调爱的品质quality of love， 不是说只有爱有一个情感，而是强调的是这个爱情它的能量、它的质量、它的品质。所以说这颗水晶呢，它不仅仅代表着我们得到爱，同时呢，它在乎的是爱与爱的沟通，爱与爱的交流，这种相互平等的给予和接受。所以第1组牌的朋友这颗粉色的水晶送给你们。好，放这里今天我有请到这个白水晶去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轮，打开我们的顶轮呢，让我们去接受这个讯息，让我们得到最高清晰度的一个 clarity 然后呢，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选择的就是这个粉色水晶。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第1个环节。我们今天看正元嘛，2023，我们来看第1个部分，我们要去占卜，我们要去看的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你与正元之间的这个能量和距离。同时呢，我也想去 channeling 关于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这边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验证的部分也可以，或者是你去听一下关于现在你跟这人之间的这种感觉啊。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特别是有关于正缘这个部分的能量是什么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请宇宙给我们提点，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 Conflict reminds me when I need more space for myself。 冲突提醒我什么时候其实是需要给自己留下更多的空间。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有些朋友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可能你有一个暧昧对象，或者是你有一个恋爱的对象这张牌给我这种感觉。如果说你没有的话，那么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冲突它并不是来自于你情感世界里的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有可能是来自于会不会你自己内心当中有一定的相互矛盾的一些情绪和想法，或者是这个冲突是否是来自于你生活其他的方面，工作吗？学业吗？还是个人在未来发展和规划的当中有一些不一致的，或者是不能够很对准的一些讯息。Conflict reminds me when I need more space for myself。 这张牌我们看到是 resolving anger，resolving anger。 那我觉得这边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抽到了这个粉色水晶，其实来自于你们内心对于这种 gentleness， 就是这种很柔软、很和谐，或者是觉得有爱的能量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被召唤的感觉。而你们当下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在近期的能量当中，可能真的有面对一些有冲突的，或者是让你们容易就是被引发的这种生气的有一点气不顺的这种感觉conflicts。那么这个能量呢，尤其会在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会变得更加的就是凸显如果说当前你已经有了一个暧昧对象，或者是你已经有了一个恋爱对象的话，可能呢这个能量是对应准着，就是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会惹你或者是你会因为他而生气你会因为他而生气。那么宇宙在这个地方其实是需要你去把这个能量做一个调整的化解这个矛盾。我们不是把矛盾直接摘掉扔出去，我们要去化解它，我们要把这个心与心之间的结搭就是解开。心跟心之间的结搭是不能够把它切断的，我们要把它解开我们要去解开。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我们看到是 allowing appreciation， 请你去允许这种感恩和赞美allowing appreciation。 The value of my life increases each time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in it。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生活的一个质量能够在你每一次的感恩，或者是感恩这个东西、感恩这个人、感恩自己的过程当中去提升。这两张牌加在一起我看到了一些什么呢？我看到了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暧昧对象或者是恋爱对象的话，那么当前的这个关系当前的这段感情的关系，我看到了一些矛盾我看到了一些矛盾，我看到了一些误会我看到了一些矛盾，我看到了一些误会。而且呢，同时在这个地方你们的关系需要得到一种和解，或者是一种化解，才能够使你们两个人的内心重新再次的注入爱，或者是重新的能够感受到爱的能量和爱的力量。所以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情感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矛盾，有一定的尖锐，需要你们去注重他们，并且去解决他们这个是我从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听到了一些讯息。那么这个讯息怎么样去跟我们的正缘去挂钩呢？第一个如果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是单身的情况的话，那么
我所听到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地方矛盾是需要你们去做一个化解的。当你们能够化解，并且去学会感恩，允许就是别人的好，就是你允许他好，允许这个人被认同，允许自己被认同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频率、自己的生活质量都能够得到一次提升。而在这个提升之后，宇宙会为你安排一个礼物，或者是你能看到一些新的能量和新的讯息。因为这样子的能量很明显啊，我们是需要去改变的。而在改变之后，也许才是你真正想要的一种生活的那种模样。第二个信息呢，如果有些朋友啊，就是你当下是真的，刚才我讲有暧昧对象、有恋爱对象的话，那么非常明显是你的这个族群，宇宙是告诉你，你跟这个人的关系需要去调整了。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它，我们需要去解决它，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让我们能够去化解这个矛盾，是让我们能够去允许啊，就是让对方能够表示他对我们的爱意。因为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啊，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会忽略，有些事情可能对方做的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也许你的爱情语言和对方的爱情语言是存在非常大不同的，那么对方他做了和你能接收到的东西是可能发生非常大的误差的。我们的这张就是你选的这个粉色的水晶嘛，它强调的就是给予爱和接受爱的这种平等性和沟通性。而当下呢，看到这张牌啊，我所听到的讯息就是，也许对方给你爱的方式是你接收不到的一种能量。那么无论这个人怎么做，你也许并不能够把它化解成你能量当中，或者是你意识层面当中的那种爱。而对方呢，在做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你就不能够理解我呢？所以我看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矛盾的，是有一些误会的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的感情这个生活当中，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会等一会儿再一次的去帮你做一个确定，就是你当下感情生活当中的这个人，他是否就是你的正缘？我想你心里可能也已经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对吧？好，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就看了啊，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正缘的能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请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一组粉色水晶的朋友啊，请问宇宙，你的正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能量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请宇宙给我们建议。好，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一张牌，The Tower in Reverse The Tower in Reverse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世界里的一些东西啊正在崩塌和改变，而这个崩塌跟改变的逆位，包括这张牌后方的这个大大的满月啊，给我的感觉是内心层面的一些改变。这个塔牌有的时候可能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危险的，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恐怖的，但事实上当 Tower 出现了以后啊，其实也是我们可以面对一个巨大的转型。同时呢，这张牌的逆位给我的强大的感觉就是这种巨大的改变，它不是外面的，而是我们内心层面的。The Tower 这张牌让我看到了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跟你的正缘要经历一次比较大的那种洗刷。这种洗刷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你们内心需要得到一个巨大的改变，你们心里可能对一些事情啊，原本的定义、原本的看法、原本的一个价值观，以及原本对待一些事物的处理方式，都会因为这个正缘跟你的相遇，而两个人同时得到一个能量的这种升华或者是升级。The Tower in Reverse 这张牌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正缘它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像是那种OK，两个人在一起啊，携手到老，然后默默的，然后非常的这种美好和和谐。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正缘能量当中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能量。有的时候呢，正缘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并不是说让我们保持原有的生活啊，
有这样子的能量，就是我们所谓的已经在一个美好的稳定的能量，我们去遇到一个正缘去陪我们去扩大这种美好。但是非常明显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正缘能量是来帮你们的，是来救你们的，或者是说它是来改变你人生的。你们的正缘呢，它会在内心层面去给你一种激发，它会在内心层面去让你有一点崩溃。这种崩溃并不是说让你很痛苦，这种崩溃相反的是让你能够觉醒，是让你能够把彻底的那种可能错误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错误的方向，彻底的回到原点，并且重新做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正缘的能量，我感觉到与你们之间的这种连接，它是比较激烈的，这种能量的感受是那种能够振奋你心的。所以这种振奋的能量出现以后啊，一定不会让你就是觉得很轻松，也不会一定让你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都那么的平顺。Tower in reverse， 你一定要去勇敢一点点。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这个有很多的鸟都飞来了，可是这些白鸽他们却是白鸽啊，给我的感受其实是一种解放，是一种释放，是一种我们在一个地方得不到我们真正心里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又不敢去做这个改变，我们又不敢去离开我们的舒适圈。于是呢，这个正缘降临在我们的身边，去帮助我们摧毁一些东西，去推翻一些东西，让我们真正的在内心层面得到我们心中真正想要的自由，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好。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 Tower 给我的感受非常的强烈啊，这个是第一张牌 Tower in reverse。 所以这种大的改变大家就是不要去担心啊，就说你可能会说我很担心这个物质层面的一些巨大的改变和转型。事实上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正缘带给你的改变是心理的啊，是心理的，是精神上的，好不好？它会让你更加的自由，它会让你更加，我觉得是活得更加的清楚。好，我们来看宇宙，请你给我们指引啊！来自第一座牌的朋友，选择到粉色水晶的朋友，你的正缘能量，感恩宇宙。好，我们的第二张牌是宝剑六的逆位。这个人呀，要带你走过你人生当中比较曲折啊，比较，我觉得也是比较困惑的一段时期。这个宝剑六的逆位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所谓的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它比较的迷茫，它比较多的是那种像有雾的那种天气，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又觉得说好像要行动起来，要去改变。所以呢，这个正缘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宇宙呢其实是真的派了一个人来帮助你。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某些层面去激发你，去激你啊，让你生气，或者是让你有一点恨，甚至是让你有一点非常的不甘心，让你可能很想去摆脱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曾经的一些想法啊，我觉得会被激发出来。也许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在一个环境当中待久了，可能你也开始去适应，你也开始去就是我们所谓的跟着别人走，但是你的正缘会把你震醒。这里我没有看到说，对，我们所谓的救一个人啊，这个救一个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救嘛，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强调的。所以我觉得你的正缘它真正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我觉得它是要把你给摇醒，希望你能够醒来，希望你能够重新的去正视自己的生活，重新正视自己的梦想，重新正视自己在生命当中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讲到这边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我的一个感受和领悟吧。就是曾经大家可能很多都看过，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写的那一个就是好像是书信吧，意思就是说告诉他的女儿，就是这个他的未来的这个伴侣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能量呢，无论是男女，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运用的。就说这个伴侣他不一定是那个每天问我们早安，或者是每天给我们端茶倒水的那个人。真正好的伴侣呢，应该是精神层面能够去给你一些指引，能够在精神层面去为你提点，能够在精神层面去扩宽你的眼界，能够让你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生活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觉得
用灵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让你的灵魂得到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伴侣啊，看到当下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这个正缘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怀疑他，就说你这样子在我生命当中搅乱我的生活啊，你究竟是我的正缘还是我的孽缘啊？你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这个人他真的是来帮你的，这个人他是真正你的正缘。我们再往下看啊，好，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宇宙给我们的指引跟提点。宇宙，请你告诉我们啊，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的正缘能量是怎样的呢？圣杯3，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他是你的好朋友，他是你的我们所谓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良师益友的这样子形象啊。圣杯3，我们前面看到了这种比较震撼的一些能量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张比较温情的、比较温暖的、比较温和的。这个人是这样子的，第一组牌的朋友，在情感层面啊，在情感层面，我觉得你非常的依赖他。在情感层面，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我觉得共振频率是非常相当的。在情感层面，我觉得这个人能够带你去遨游。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无论你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无论你是外在性格还是内在的性格，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是同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灵魂。我们这个灵魂是需要得到就是归属感，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灵魂是需要得到，就是灵魂与灵魂之间那种能量的碰撞，或者是能量之间的一种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能在生活里面也非常的希望能够遇到的是灵魂伴侣，因为是在内心真正层面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并且去相互的赞许和支持。这个正缘呢，它会让你看到自己很多的层面，它不仅仅能够让你看到自己我们所谓自带的一些优势，自带的一些气场，自带的一些比方说你的得天独厚的一些东西。同时呢，你的正缘也会让你看到你当下的一些不足，你的一些可能缺点，你不想面对的，你的一些可能毛病、坏习惯，你不想去改变的啊。这边我看到这样子的能量，所以你的正缘呢，它出现在你生命当中，它不仅仅能够在情感当中，我觉得是让你得到一种那种支持，你跟他在一起其实就是非常好的时候，会非常的快乐。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尽管你看这个人他是正行你，对不对？但事实上你会感觉到跟这个人的连接非同一般，你能够感觉到跟这个人就是很早以前就认识一般的感觉。尽管有的时候这个人他所给你的一些讯息，给你的能量，或者是跟你的一些分享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啊，会让你不舒服，但是呢，我又能够感觉到在你的心里知道这个人是为你好，这个人他其实才是真正的来帮你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能够来激发你的潜力，激发你的潜能，激发你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宇宙，我们的这个地球当中，我觉得是灵魂层面更加往前，一种真正生活的，对，它是引领你去好好的生活，不是活着，而是去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啊。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圣杯3啊，有很多的反省 reflection， 有很多的反思，你会跟你的正缘一起去完成。好，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子的牌，翻开的啊，有 justice。好，我们来用这一张牌 justice， 因为这里也是一张大牌，然后呢 justice 是一张逆位的。这个能量呢，我听到是什么啊？就是它会让你在对待事物的判断的层面，就是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地方 justice 的逆位就是让你重新去给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下一个不同的定义。它会让你重新去衡量，或者是重新去看待你生命当中究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啊，这张牌里的 justice 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的这个天女啊，她把眼睛蒙上了，拿了一把秤，左边呢是一颗心的重量，右边呢是一个羽毛的重量。羽毛呢代表着这个我们所谓的什么天使啊、灵性啊、逻辑啊，对吧？
我们看心跟羽毛，用我们的常规意识啊，我们一定会觉得心会更重，羽毛是非常轻的。但事实上，在这个天女的秤杆当中，却看到心跟羽毛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正缘跟你在一起，你真的会发生非常大的巨变，你会发生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它会让你的意识层级发生一个突破，同时呢，它会让你啊，就是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内心之所想，内心之所欲，什么又是你在现实层面当中衡量出来的，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他们，应该怎么样去争取他们，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给你的一些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或者是说很多事情你都按照别人给你的一个要求，或者是别人已经判断好的东西，让你去所谓的听从，或者是无条件的接受。所以说 Justice 的这个逆位出来以后，我感觉到这个人呢，在跟你的交流，在跟你的一种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争吵吧，就是这种，因为我看到了 Tower 跟这个 Anger 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去想着好像很多事情都只能说我们平静的去聊，平静的去谈，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激烈的竞争也能够碰撞出闪亮的闪烁的火花，激烈的这种有一点像争执的争吵的这种能量当中，也能够被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真实，我们内心当中的勇敢。就像我们讲人呢在生气的时候容易说出一些冲动的话语，但是呢人呢在这个情绪激烈的时候也容易把自己平常所戴的面具拿掉，而直接把内心当中最真实最想说平时不敢说的话直接喷射出来，对不对？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所谓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只是看我们怎么去用，怎么去看，怎么去我们所谓的理解它了。好，我们再往后，我们今天一共抽6张塔罗牌，去为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解析。你的正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好，我们现在出现了力量牌。你的正缘呢，它的我们这边还有一张战车。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正缘它带有比较综合的能力我们这边出现了 Justice、Strength and Chariot。你的正缘其实是比较偏年轻的一个灵魂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比较偏年轻的一个灵魂，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在做这种我觉得是灵魂之间或者是真正心与心之间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么的平静和平稳。但是没有关系，我刚才已经讲过，任何的形式其实不存在形式上的对错，只存在这个人的念头和意念对你的这种真心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其实他比较年轻，第一组牌的朋友，他的灵魂层面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人，他对很多事情的想法是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呢他的想法却是比较纯粹的，他能够在你比较迷茫的时候点醒你，而且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打个引号就是让你了解到这个人呢在对你好，我觉得他对你好，或者是他对你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爱的语言吧，这种语言可能会是比较实实在在落在生活当中的，或者是说他的这种好可能会是用语言的方式说出一些很真实的话语，或者是跟你分享一些非常真实他自己的心意。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正缘能量当中，我看到了一种能量的怎么讲呢，就是你跟他在元素层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我这边看到了很多相反和对冲的能量如果说对，如果说这个人，因为我看到这个人他比较年轻，偏年轻的一个灵魂，那么也有可能呢，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在灵魂的层面上，可能你来地球的时间比他多，你了解的更多，你经历的更多，你对待事情或者是对待一些冲突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容易产生冲突，容易产生矛盾，也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这并不影响你们的连结。我们这里看到了3个星座的能量出现有天秤座，有
狮子座，然后呢有巨蟹座。天秤座、狮子座和巨蟹座，我们在天秤跟巨蟹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开创星座的能量啊。那么开创星座呢，在处理危机、处理问题的时候是比较能够灵活应变的。我们这边同时还看到了一张力量牌，对应的是狮子座。狮子座呢是一个固定星座，当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固定星座是需要比较长一点时间的。这也是固定星座跟开创星座在连接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矛盾跟冲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在时间和面对处理问题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长度和需要的处理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你在就是说能量当中是比较慢热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的时候需要就是思考冷静的话，对方可能会有的时候比较的快，比较的急，你们容易在这个地方产生一种误差。那如果说第一组牌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急的，或者是你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直接可以开始了，那么你的正缘有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的就是消化，他需要慢慢来，他需要听到你的这个想法以后，自己要回味一下，要咀嚼一下，然后才能够跟你去分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你的正缘跟你之间呢是存在一些比较大差异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来到你的世界，他为你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能量，他为你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可能，或者是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些东西能够给你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多的碰撞和火花，但同时呢，你也能够从这些磨合当中看到新的机会，看到你可能真心内心想要的新的可能性啊。所以说你在改变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不愿意不甘心，但是它却能够带你慢慢走到你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地方。这就是你的正缘来到你生命当中，我觉得为你带来最大的一种改变。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啊，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来讲牌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跟大家看一下。好，这个牌这个跑得比较远啊，是一个火车头，对，你们是长长的旅行，而且轰隆轰隆的。轰隆轰隆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火车啊，就是比较的响亮。有的时候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就是你们的爱情比较的热烈，你们的感情比较的有冲动跟火花。这边是风象、火象或者是开创的一些能量啊。我们刚才讲过 Justice 天平，力量狮子，战车是巨蟹。有的时候会有比较响亮的东西出来，可能会是吵架啊，可能会是那种讨论啊，你们在沟通跟语言表达上其实很多，但是呢多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矛盾啊，所以需要大家就是能够和平的看待它啊，不要去害怕矛盾。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总是在强调去化解矛盾，但有的时候我们在争执当中也能够，我觉得是碰撞出很多的激情跟火花。有些情侣跟这个爱情当中两个人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在吵完架以后感情变得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吵完架以后，激烈的吵完以后，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所有想听的语言都被逼出来了，对不对？那两个人当然就很好了。所以不要害怕所谓的吵架，吵架就看你怎么吵了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来。OK， 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要恭喜一下大家，第一组牌的朋友。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当中，我看到了，这真的是太好了，爱心娃娃和 Yes， 爱心娃娃和 Yes。2023年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高的几率是遇见正缘，确定你的正缘。这个正缘，我觉得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啊，可能确定更加的重要。因为我看到你跟正缘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可能跟你期待不同的东西，也许你期待你跟你的正缘是属于那种很温柔、很浪漫啊、很和谐，然后呢就一起走到老了。但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跟你的连结或者是你们的缘分不是这种啊，你的正缘是要来改变你的，你的正缘是要来把你拉出舒适圈的，你的正缘是让你在心里啊，我觉得是激发你的勇敢去真正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
他要你改变的是你对整个世界的一种判断，他来到你的世界当中是让你的灵魂再一次的得到一种提升的，他会激发你，逼你去继续的往前啊！我觉得这是你的正缘跟你之间连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这里居然到了 yes 笑脸娃娃，非常非常满意的一种爱情，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月份当中，宇宙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一组的，你跟你的正缘已经相遇了，或者是你跟你的正缘之间已经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也许你当前还没有认定他啊，你还不确定是他，但是也很有可能就是他。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种对，火车头嘛，这边出现的是火车头，轰隆轰隆，非常的响亮啊！你们的感情就是那种可以去讲故事的那种啊，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种惊险的一些东西，对。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你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正缘有很多的说辞啊，有些人觉得他好，有些人觉得他不行，所以说你们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响亮，第一组牌的朋友。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这边非常有意思，我们这里是一个女孩子，手叉着腰，然后落在了天平和处女的中间啊，天平跟处女的中间。那我们这边天平座，天平星座，我感觉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天秤座的能量比较的多。我们在这个塔罗里面也看到了这个天秤座的能量天秤座的能量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善于沟通跟表达的。同时呢，天秤座的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的。天秤座的这个宫位的一种能量，它比较就是强调或者是着重，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是需要跟人做连结的。我们是需要去传递一种能量的，我们是需要一种关系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够一个人生活，我们不能够一个人总是独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一个所谓的部落，我们是一个群居的生物，对吧？虽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其实挺喜欢一个人的，是我们可以非常的我们可以非常的独立，但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要去感受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能量，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讯息。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要跟人去沟通，我们要跟人去交流，我们要去跟人去表达，学会表达的。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天秤座的能量，就是他会可能使一些比较独立的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使一些比较独立的朋友，就是能够跨越出你沟通交流的这种一个平或者是一个线，让你走出去，让你看到原来自己原本很独立的自己，原本很内向的自己，也能够在语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我觉得是做得很好。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天秤座能量就是当你在人与人之间可能碰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当中遇到了很多阻碍，或者是觉得好像自己不怎么厉害，或者是觉得自己不会沟通不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天秤座能量就是能够让你再一次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人潜力非常的大，只要是你真心想去做的，没有什么所谓做不成的。我们需要去做，我们需要去改变。有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磨难和挫折，它其实才是真正的良药这个良药就是让我们改变，这个良药就是让我们提升。如果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平顺，都是那么的顺利的话，我们又怎么会去，对吧？使劲的挣扎，使劲的去挣脱，使劲的去向上呢？所以说这边我们看了一个小女孩叉腰在天平跟处女之间，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能量第二个，刚才呢，因为我又看到了这张牌，我们的指引牌这里有一张牌叫 Allowing Appreciation， 然后我们这里是在处女的宫位也会有处女的这个星座当中也会有一点这个能量出现所以说我看到这里呢，其实我听到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这个感情里，尤其是这个样子，无论对方做了什么，如果他做的这件事情无论大小，我们要能够去认可他，表扬他。如果他做的这个事情还跟你想的一样，那你就要更加明显的去表扬他。我们人呢，就是对待这个好听的话语或者是这个表扬，
真诚的、真心的，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真正的感动就是那样子的一瞬间，就是那样子的一点点的小事儿，就是那样一点点很温情的那几个字。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跟你的正缘之间是需要用心去感受的，是需要用心去交流的，是需要用心去表达的。你在跟正缘之间的连接当中，就是能够在2023年，我觉得是过得非常的好，连接的非常的深，让你们两个人都能够感觉到这种有他在身边就真的很好的这种快乐跟喜悦。好，我们把这个收一收啊。OK， 我们这个就讲完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占卜里面啊，我们今天继续看，给大家看这个，好看这个，我们来看第一组牌朋友，你的正缘啊。好，把这个放这里，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正缘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OK， Free Spirit， 自由的灵魂 ，Rebel。刚才我讲过，第一组牌的朋友，我感受到你的正缘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灵魂，对不对？在你的正缘能量当中，它有非常强的那种叛逆的那种心态啊，叛逆之心，年轻的心。不怕改变的心 ，Rebel。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的正缘可能会有一点喜欢标新立异的东西，有一点喜欢那种比较夸张一点的东西啊。可能他在很多事情当中就是不会遮遮掩掩，他觉得没有什么好遮蔽的，没有什么好去隐瞒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想法就讲出来。那么他在可能着装方面，或者是他在自己的个人这个形象方面啊，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修边幅，可能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过于的偏激，或者是走一种比较标新立异的路线啊。所以说在你跟你正缘遇见的时候，你有可能呢既一边排斥着这种不同，这种特立独行，一边又被他这种强烈的特别所吸引。你的正缘非常的精怪，他有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所以呢，你对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会觉得他就是正缘，你可能会觉得他充分的激发了你的好奇心，他充分的激发出你对于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形态的这种想去探寻的这种心情。那当你去探寻的时候，你可能会越陷越深，也有可能在跟他的连接当中就是又爱又恨。所以你会一边的很喜欢他，一边又觉得非常的想去排斥他，想把他推出去，可是却越推越近是这种感觉。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你的正缘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Father Father， 父亲形象的一个人。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它是比较有一点矛盾在里面的。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你的正缘其实它有的时候呢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不成熟，有一点古灵精怪，有一点特立独行。但事实上在面对大事情的时候，在面对你的事情的时候，它却能够给你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它能够让你感觉到，就是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无论你想做多大的调整跟改变，无论你想做多么不可能的那种疯狂的梦，它都能够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跟肩膀，让你看到它永远都在那里支持你，或者是挺你。你的正缘第一组牌的朋友，他有那种非常年轻，就是内心小孩的力量，在他的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就是燃烧的非常的充分。他能够立马化身一个小孩子，尽管他是成熟人这种大人，他能够立马化身成一个小孩子，就是去玩，跟你玩，跟别人玩，跟你连接，跟别人连接。你可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是一个年轻的灵魂，但是同时他又能够立马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能够让你依靠的一个形象，在你左右，在你身边。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女性的话，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女性的话，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她的内在的力量跟她外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性，看起来好像有点不靠谱，看起来有一点好像太美了、太艳了，或者是古灵精怪的小可爱，但是内心却非常的强大。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可能给人看起来是那种年轻的、爱笑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搞怪的，有一点刁难人的，但是内心呢却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我觉得是能量，给你提供一种坚实的臂膀的那种依靠的感觉所以他是在儿子跟父亲之间，我觉得是有这种切换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你会这种感受这种感受。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你的正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是一个能够去激发你探索的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可能真的会刺激到你，但是呢，我觉得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同时也会激发你也会推着你，也会挺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引的能量来，茶叶包。好，第一个 ，sorry 掉到我身上。这个是马蹄的那个，这个我们家门上也有一个代表着好运就是那个马，它的那个跑那个蹄子上面带的这个东西，好运 ，good luck。它能为你带来好运。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是个旺妻旺夫的人恭喜你们了。这是你的贵人你的正缘是你的一个贵人，他帮你他推你往前，他推你向上。OK， 来我们看。所以有些朋友这个人如果他不能够推你向上的话，可能他不是你的正缘如果这个人无论他怎么讲呢，就是在生活层面怎么样去激你，或者是让你不爽让你不开心，但如果他能推你向上的话，你跟他连接以后，你的整个生活越来越好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还是你的正缘你逃无所逃的。第二张牌呢是葡萄，他说现在是时候去放轻松，到外面去玩一玩了。我感觉到你跟你的正缘呢，就是那种有点像欢喜冤家的感觉，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吵起来吵的也不得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两个人吵架了，全世界的人又知道你们俩和好了，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火车真的是轰隆轰隆隆，就是那火车一来还要拉一下那个汽笛，对吧？吵死人了那种感觉。所以你们的爱情是非常轰轰烈烈的。第一组牌的朋友好，第三张牌我们看到是一张鹦鹉，他说呢，从一个很聪明的人那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这跟我们的能量看到是非常吻合的。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他给你的我觉得是那种精神上的，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能够让你推你出去，给你好的建议，给你好的方向，给你好的指引。尽管他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不能接受，让你不好接受，但是他给你的指引和建议能够非常大的帮你走出生活里的眩晕，帮你走出你生活里的迷茫，让你重新回到你再来到我们地球当中，就是你的使命的那条道路，那个真正属于你的道路。所以这个人一定会去鼓励你做自己，这个人一定会鼓励你去创新，这个人一定会鼓励你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东西，而不是把你拖着，而不是不让你去，而不是把你限制在家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就先讲到这边吧。其实这个有关于正缘，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去一起探讨，一起去我觉得是学习吧。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暂时跟大家讲到这边希望呢这些讯息能够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带来指引。如果你真的在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存在的话，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可以去跟这个人好好的再探寻一番。有些事情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让你们的矛盾、冲突和这种冲动来阻碍了你们这种能量和精神上真正的连接。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的讯息，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到你。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你们呢选择是这个孔雀铜矿紫色的。好的，我把它放在这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看到你们选择的宝石。选掉第2组牌的朋友啊，你们选的这个孔雀铜矿，其实会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吸睛。一个呢是它的这种紫色啊，非常的就是这种很紫，对，红紫色，给人的感觉很特别以外，然后再加上铜矿的这种金光啊，金光亮霞、闪闪发光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个宝石呢，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去除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所面对的分心。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跟注意力啊，回到我们所专注的，无论是自己的生活、自己所关注的事业，还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可能是学习也好啊。所以说，这个孔雀铜矿呢，它是可以把我们就是一旦激活啊，对准我们整个7大脉轮的能量啊，不仅仅只是对单独的一个，所以它的能量也会比较的全面。这个能量呢，也会带来一种，就是给人带来一种那种积极的、阳光的，并且喜悦的感觉啊。所以说，孔雀铜矿呢，就送给第2组牌的朋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去看的这个占卜的主题是正缘啊，是你的正缘。那我们今天的正缘能量还会对准在我们的时间轴线啊，2023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线上面，所以大家就是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的来看嘛。前言当中我已经讲过，我们今天占卜讲正缘，一共是3个不同的层面。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一个验证，以及我们要看的是你当下与你正缘之间的一种连结，好不好？来，我们来看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你的能量是怎样的？或者是说有关于正缘啊，你的能量和跟它之间的这种能量是怎样，是如何的呢？好，我们的第1张牌呢是 balance， 第2张牌呢是 connections。24号牌正好翻开的也是2张啊 ，balance and connections。我感觉到第2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直接，你们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啊？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无论你跟什么样子的能量进行一个连接啊，我们去跟外面连接，其实首先都是以自我为原点去出发的。当下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宇宙希望你能够找准自己的平衡。当你找到自己平衡了以后，你就自然而然的能够看到，能够读懂你与你正缘之间的这种能量和连结。所以这个能量呢，其实读到这里啊，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我的一种很强大的感觉就是，你跟你正缘之间的能量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自己还需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当你回到你原本的平衡以后，你就能够遇见你的正缘，或者是说看见你的正缘，或者是跟你的正缘连接。第2个能量呢，我看到是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跟你的正缘之间就是也许你会对他有怀疑，你会对他有矛盾，或者是说你可能当下自己的能量当中，因为还没有就是进入到一种完全平衡的状态，所以说只有当你自己做到一种调整，或者是再一次的得到一种能量的升华以后，你就能够跟自己的正缘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而你跟你正缘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懂得这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个能量，我们今天也是要验证嘛。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这个 balance 和 connection， 我们心里啊，再去读正缘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去想这个人生伴侣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着这个伴侣怎么样，我们的能量直接就打在了对方的身上。但是呢，你看你们的能量，我们出的牌也非常的好。从宇宙给出的牌卡当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其实在跟外界连接之前，我们要先看自己。第24号这个牌卡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啊，就有点像是一个小丑一样，他站在这个绳索的阶梯啊，一手踩了一个球，然后他有一点慌乱，他担心自己会跳下去，或者是他担心自己会摔跤。
但事实上他不清楚的是自己在一个宇宙能量全满的泡泡这种磁场里面，其实不存在摔跤。我们在能量当中没有所谓的会悬崖峭壁，也没有所谓的会万丈深渊。我们在能量的磁场当中，其实一切都是一个比较空的、比较轻的一个状态。宇宙希望你能够放松你的心情，宇宙希望你能够懂得在人与人之间，在与能量连接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读懂自己心中的定位，我们自己在感情当中真正所需要的，所想要去争取的是什么东西。当你自己的内心就是很懂了，当你自己能够我们所谓的 centered 就是中心，能够 grounded 接地了以后，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那么无论我们跟外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连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做出这个判断。就是所谓的正缘其实我们对应的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正缘。大千世界里有很多的人可能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跟我们有连接的，但是那个所谓的正缘需要我们自己去用一个眼光去发现它，而且呢我们还需要去认可它、认定它，并且在这之中进一步的跟它连接。我们要跟自己的正缘一起成长，我们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正缘一起我们去相互的去接收，相互的去给予最满分的爱。所以说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你们的能量给我读取到了，就是在感情里容易你会遇到一些失衡的感情。失衡的感情呢有两种方向，第一种方向就是你给的太多，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你总是就是付出的非常的多，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能量给出去了。第二种情况呢，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你们很难找到所谓的激情，很难找到所谓的心动。你们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感情的连接里面，就是可能太过于谨慎，太过于小心。你们可能会需要别人再三的给予，你们要再三的审视，再三的确定，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认可一个人进入你的生命，认可一个人走进你的内心。有的时候呢，在你去尤其是遇见新人的时候，你会过多的去设置障碍，或者是你会过多的去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了有的时候你在就是跟这些人之间连接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能量的流动性。所以说这个能量我看到这边呢，其实我会感觉到第一个就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脐轮需要得到一种修复，或者是一种能量的调整，让你们的脐轮能够重新回到一种平衡的状态。那么脐轮呢，是我们肚脐眼以下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的一个位置。那么脐轮它真正所掌握的一个我们身体的能量就是当我们能够接地以后，我们的能量从最底下往前去推，往上去推。脐轮所掌管的是我们对能量的一种感应，我们在情绪当中自我肯定、自我爱的一种能量的展现。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在这张牌卡里面，我看到了宇宙希望你能够在感情的这个方面要学会更多的去照顾好自己，要更多的去爱自己。照顾好自己，有的时候它甚至意味着我们要能够去勇敢的打开自己的心，勇敢去打开自己的感受，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爱。有的时候爱自己跟照顾自己是相信自己拥有，或者是值得拥有100分美好的爱情，100分美好的真心。我们去让自己打开心，我们去顺其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去接收、去给予，勇敢的爱别人，也勇敢的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爱，让我们的能量回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让我们不要去那么的沉重，那么的小心谨慎，不要那么的慌张，让我们能够轻松的、愉悦的生活在我们美丽的地球之上。那么我看到29号牌 connection， 我觉得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正缘跟你们的连结是非常特别的。这种特别在于，我觉得这个人跟你的连结之所以在宇宙的这个角度来看是正缘，是因为在这段连结当中，他打开了你的心，你向他打开了你自己的心，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心会同时的为对方、为彼此打开。你们的这份感情是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水晶它是纯真的，而且在水晶的能量磁场当中，无论是什么能量都会被水晶本身通过折射放大成百上千倍，并且投射出去。
所以说我看到这里啊 ，partnership、contract、commitment， 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了宇宙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点。其实你们的正缘更加有一点偏向于我们今天在片头所讲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宇宙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跟你缘分很深的人，你跟他的相遇有一点像是命中注定的感觉。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前世今生缘分，以及你们两个人在业力轮回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合同关系的。你们的正缘非常有可能是你们前生或者是前世的跟你们缘分非常深的一个人，有可能他来到你的生命，其实本身就是来报恩的，其实本身就是来跟你重聚的，其实本身就是来跟你们两个人就是再次相爱的。也许在你们之前就已经说好，今生你们一定要在这个地球上去相遇，一定要在地球上去再一次的做彼此的伴侣，做彼此的人生伴侣啊。所以说合同的能量，这种 contract 契约关系非常的重。第三个呢，就是 commitment 我们所谓的叫英文翻译叫承诺。什么叫承诺？就是我们会对这个正缘有100分的确认的感觉。不像第一副就是第一组跟第二组不太一样。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们遇到自己正缘的时候，其实你们不会有怀疑的感觉，你们会非常确认自己的心，你们会非常确认你跟他之间的连结，你会非常的确认，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你一生一世在等的，或者是你想走下去的他。OK， 所以说不太一样的。我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跟你正缘的这一段连结里面，我看到了很多那种所谓的注定所谓的这种强大的连接感，或者是那种强大的心与心之间就是一下子就是那个光芒，就是打到了你跟他的心里面，你们能够快速的连接，你们能够快速的相认。但是呢，在这之前可能有一点千山万水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现在就来抽牌，来。OK， 我们今天给大家选了这个，也是紫颜色的这个牌，The Tarot of Curious Creatures，OK，Curious Creatures，All 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具体来看你的正缘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宇宙给你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合同关系的对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2副牌组孔雀铜矿的朋友你的正缘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侍者的一个逆位。这个人呢，对于感情我听到的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第2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呢，对于感情他非常的天真，却非常的保守。什么意思这个能量给我的第一个连接就是这个人曾经在感情里可能非常天真的爱过一次，他可能曾经非常天真的误以为那个人就是你，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他的爱情的这种表达并没有得到一种成功，而是在感情里面他第一次就是那种给我的感受就是当他打开心扉去把自己的情感给对方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缘分跟他想的并不一样，他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发展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正缘的连结。所以呢，在他的心里对于感情已经有一定的阴影了，这个人在感情里是有一个前期的关系的他在感情里就是你不是，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这个正缘给我的第一个能量感受就是我觉得你不一定会是他的初恋，这个人曾经在感情里而且还跌过跟头，他在感情里他曾经非常就是天真无邪的去爱过一个人，曾经非常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什么都不想，非常的天真，就像初恋的时候我们在初恋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想过，就是喜欢，单纯的喜欢而已，然后去爱了一个人，但是很可惜呢，这段感情并没有得到他期待的一个结果。有些朋友，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的正缘可能曾经在这段感情里伤的还挺深的，
我看到了圣杯侍者的逆位。好，再来。而且这个能量还告诉我了，就是曾经在他的上一段感情里，或者是他第一次的感情里，是他非常主动的追求了别人。OK， 好。第二张牌呢是死神，第三张牌呢是宝剑皇后。OK， 所以呢，这个人呢，在感情里，他属于一个比较霸道一点的类型啊，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能量读取当中啊，我听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人曾经在感情里就是跌过跟头嘛，对吧？摔过跤，爱错过人，感情里呢有一个这个心啊，本来特别的圆，特别满，特别的红彤彤的，一片真心可能就喂给了一个就是不太值得的人啊。那么他的这个红彤彤满满的红心呢，就有了一个裂痕啊，就有了一个碎的那个口子。所以呢，这个人的内心呢，他就是从红色变成了那种深紫色，或者是那种紫黑色。我们看到死神啊，所以这个人呢，其实在感情里他已经经历了一次所谓的蜕变。那么我们的死神能量出来，我听到信息就是说，这个人呢，现在对于感情他非常的谨慎。OK， 你的正缘啊，对待感情他非常的谨慎，他需要找到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啊？第一个，他需要在经历上一次情感的伤痛以后呢，自己啊要真正的疗愈起来。这个人是需要一个强大疗愈的强大疗愈能量的一个人啊。等会儿我会帮大家看这个人具体当下走到哪里。再一个呢，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是我觉得命中注定有这样子的一次遭遇，有这样子的一次转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你的正缘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他会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稳定，对待感情一点都不冲动的一个人。可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你可能不曾想到，他对于感情，他曾经那么的冲动过，而且呢，他对待感情，他的内心本心的能量并没有改变。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说。可能用这个不是特别合适啊，但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借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说那个，怎么说？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人呢，曾经在感情里他是非常单纯的，这个人当下对感情也单纯。但是呢，因为他上一次的遭遇跟经历啊，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再一次的无所顾忌的让自己再一次受伤，所以呢，这个人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会有一个比较比较这个硬的一个外壳。OK， 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有外壳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呢，在感情或者是在生活里面，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遭遇的比较多。那么这个呢是生活给他的锤炼，所以呢，你的正缘第二组的啊，你的正缘是成熟稳定型，你的正缘是逻辑思考派。如果你的正缘这边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来听你的正缘如果是男性的话，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的正缘将会是一个可能有点小闷骚，或者是有一点就是看起来冷冷的，不爱笑的，但是呢，内在却非常的热烈的一种感觉。OK。那这个正缘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人，他的眼睛啊，他的这个眼光非常的独到，他对他欣赏的东西啊，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刁钻嘛，这个词语，对，就是他有他喜欢的那几个点就是他有他喜欢的那几个点，他有他去考验一个人的人品，一个人的这个性格等等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就是看重的那几个地方。也许有些人呢，看重的地方跟他看重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有他自己的判断。所以讲到这边有一部分的女生朋友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正缘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考虑，你不要把自己觉得好坏直接推给他。你呢，我们在感情里当中，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能量是平衡嘛，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像你们这种正缘的能量这么的强的这种稳定成熟型，其实你们要做的是好好的照顾自己，你们要做的是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照顾自己，爱自己，更多的去学习自爱保护自己，这样子就够了。那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你的正缘是一个女性形象的话，那么你的正缘将可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有挑战的类型，不属于乖乖女
啊，不属于乖乖女，你的正缘是属于成熟大方啊，落落大方，思维性非常的强。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她的能量几乎能够就是跟你平级，或者是压过你。这是一种感觉啊，这是一种感觉。但事实上呢，你的正缘他非常的冷静，不会跟你随便的闹脾气，也不会随便在你那里哭。你的正缘呢，他有自己的事业，他有自己的理想，他有自己的思考，他有自己的判断，是比较属于我们新时代的那种成熟女性啊。你的正缘呢，他在工作上，他在他的事业里面，或者是他在他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你的正缘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属于那种比较注重精神的感觉，他比较注重精神，他比较注重一种感觉。那么他在选择，我觉得是另外一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一些很细节的东西。那么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说啊，你在生活里很精致，或者是你在生活里非常的讲究的话，那么你跟你的正缘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合拍啊，这个是我听见的。那第三个呢，可能这边有很多朋友也想听一听，就是关于这个人的外貌，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外在的一些能量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的帮助你们做一个判断吧。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听到的和我连接到还有我看到的讯息，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正缘他属于那种比较精致、比较注重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无论是他吃的、喝的、用的、使用的等等东西，他比较注重质量。他不一定是个很高调、很外炫的人，就是很炫耀啊。但是呢，他是真的很讲究的一个人。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你的正缘呢，他在择偶，他在生活，他在整个我觉得是他的环境里面，就是他会比较有一点小挑剔，有一点小刁钻啊。但是这个是就是褒义词，是表扬他的因为他对自己可能要求比较的高，所以非常有可能他对他的另外一半要求也是一个比较高的。OK， 好，我们继续了。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你的正缘。哇，好，这个能量出现啊，这个可能就有点小纠结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宝剑骑士的一个逆位。这个牌啊，这张牌加上我们前面的这几个能量出来啊，我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正缘属于真的有一点挑战的类型。它的规格比较的高啊，质量也非常的好，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这个人呢，有一个小缺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啊？这个人呢，在平时沟通表达上比较的弱一点啊，跟第一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有可能会有一点喜欢装高冷，这个人也有可能呢，在语言表达上会有一点不屑的冷冷淡淡的感觉。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外冷内热的一个性格。那么他的外冷是需要你在跟他前期做一个怎么样讲呢？就是有一个磨合吧。那么这个磨合，它不仅仅是在你们相遇以后到你们进入热恋这一段的磨合期，这个磨合期会拉得更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在对于他自己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相遇的时候，我一直听到这个讯息啊，就是你们相遇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快速的，但是在你们相遇之前却比较的漫长。你们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啊各自成长，一直成长到你们的，我觉得是身心灵，就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生活的各个层面已经被你们全部整理清楚。所以你们的相遇，你们的爱情是非常成熟的。你们在自己的生活能量当中，不仅仅我看到的是治愈好了自己的心，有一定的经历，有一定的阅历，并且在你们的思想层面，在你们的价值观体系，在你们的沟通表达上，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稳定，特别会解决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爱情非常有可能是那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年龄偏晚一点的时候才会我们所谓的谈婚论嫁。第二组牌的朋友 OK， 你跟你的正缘都是这个样子。你的正缘有可能在他遇到你之前可能会谈过1次恋爱最多2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跟你的相遇其实会比较偏他成熟以后，或者是你成熟以后才会跟他相遇。
因为这个人呢，我看到了啊，他在语言表达和沟通上，就是他不会再废话了，他不会再去所谓的那种一直是聊天聊那种有的没的。这个人呢，在谈话当中比较喜欢谈一些非常有质量、非常有效率的话题，不会去谈那种不是太有营养的八卦。所以说，这个人看起来宝剑骑士就是他话不多，不轻易的去沟通跟表达，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逻辑思维非常强、特别会沟通的人。宝剑皇后，他已经真正掌握了沟通的奥义可以这样子讲。所以说，当你能够谈出一段非常有质量的谈话，非常有质量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正缘跟你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你们两个人对说话可能都有一点点那种惜字如金的味道，但是呢，你们其实真正的表达是非常有效率的，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这才是你们两个人这种我看到 connection， 你们两个人的连结是无比的强大，你们的连结强大到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他去相比，因为这就是正缘的力量好，我们这边看到了能量有天蝎星座的能量出现了。我们再来看选得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正缘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这个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圣杯10的一个逆位。好，对，圣杯10的一个逆位这张牌非常有趣。其实这张牌我感觉到如果是正位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完美，但是呢，我们现在出现的是一个逆位。这张逆位的圣杯10，我们所谓的家庭圆满、和乐、幸福，它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个，因为我看到了第2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正缘呢可能会年龄偏晚一点才会真正的在一起，或者是才会真正的相遇所以这张牌里我听到的第一个能量信息就是跟孩子有关的。OK， 因为我看到了第2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正缘的能量是非常非常有机会，就是走入那种婚姻，走入那种我们所谓的成家成立一个家庭，你们会一起生活。但是呢，这个地方我听到的第一个能量非常非常直接，就是有关于孩子的问题，可能需要你们去商量或者是有关于孩子的问题需要你们去解决这个是圣杯10逆位的逆位的。第二个呢，我还看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圣杯10的一个逆位，我看到了你们两个人呢，其实这个快乐跟幸福都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圣杯10的快乐跟幸福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我听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对，圣杯10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遗憾。这个遗憾呢，有可能第一个就是来源于我听到有些朋友就是这个时间可能有一点晚，也许时间是你们的遗憾。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孩子的问题也许孩子会是你们两个人小小的一个遗憾。OK， 圣杯10。第三个这个圣杯10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们的快乐，在你们的幸福里面，我听到了一种非常内敛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向内向内。有的时候幸福可能真的到达一种状态的时候，就是那种会比较的高调，无论是晒这个朋友圈的照片，还是说去比方讲一起去拍什么婚纱合照摄影或者是周年纪念，还是说可能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出去吃喝玩乐那种感觉，就比较高调的那种。但是圣杯10的逆位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幸福是2个人的小日子，是你们3个人的小日子，它可能跟外界的能量连接并不是特别的紧密，给我的感觉有一点那种隐私性这个是圣杯10，就是这种快乐幸福。你看彩虹圣杯在天上那么的漂亮，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彰显的一个能量，却是一个逆位的，让我看到这种感情可能深沉非常的深沉，非常的低调，非常的内敛，是你们2个人心里知道的那种幸福和快乐这种滋味可能你们都不想去跟别人分享，也不需要去跟别人分享。好，最后一张牌，这张牌呢是权杖2的一个逆位，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点点的距离，
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点点的距离，有一点点的那种遥望的感觉。这张牌给我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有些朋友等你们的正缘等的有一点久了，你们有一点就是觉得怎么还没有来，这个人怎么还没有出现。但事实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的正缘跟你们相遇以后啊，你们会其实比较快的进入到一种状态，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的等待期比较的长，你们的磨合期比较的久。这个磨合期跟等待期在于说，你们需要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首先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那把锁。那么当你们找到以后，你们打开自己的世界以后，你们就能够发现啊，当你们自己进入到一种平衡稳定的阶段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你的正缘离你越来越近。所以呢，听到第二组牌的朋友这边啊，如果你年龄还小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你，在你寻找正缘的这段路途当中吧，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因为你跟你正缘的连接，这段缘分就是当你自己找到自己以后，你就能遇到他。有些朋友呢，如果当下你已经比方说找到自己的定位了，你也生活非常的稳定了，你觉得你已经找到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灵性当中的那种平衡的感觉，知道自己的这个道路接下来的方向以后，你会感觉得到其实你会越来越离你的正缘就是越来越近，而你接下来将吸引到的这个人也一定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好，那我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特别的环节。今天我们其实有规定一个这个时间限制的，就是2023年嘛，我们今天是以农历年吧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看到12到13个月这样子的时间段。我们现在呢来为大家，好，这个能量有一点飞的有一点远那我好。因为我希望好，那算了吧，因为这两个能量就一直它都不跑到这个纸上来那就算了，那我们就以这样子来解读，因为这个能量我不想动了，因为这个能量非常准确说是2月份 February， 这里是一个小车子小 bus 进入了2月份的这个能量当中。所以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2月份对于你们来讲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呢在做这一期占卜的时候，正好是在2023年的2月。但是呢，当我们去看就是这个2023年因为我们是癸卯兔年，在农历的年份当中，我们是有2个立春，在2024年的2月4号也有一个立春double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2月份的时候，今年的2月份，2023年的2月份，也许你已经遇到它，或者是你即将遇到它。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到2024年可能会到2024年，那么宇宙并没有给出这种很明确的 yes no maybe 的能量，但是宇宙却给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小娃娃宇宙给了我们一个面目狰狞的小娃娃。我感觉到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先移一下，因为这两个并没有出现这个能量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指引牌是 balance and connection 平衡和连结。我们看到了连结，就是这2个娃娃，一个男娃娃一个女娃娃，象征着一个阴的能量一个阳的能量的结合和相遇。所以说这个能量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又是面目狰狞的娃娃呢？我看到是什么，有些朋友如果说在2023年的2月份，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完有些朋友如果你跟他遇见或者即将跟他相遇，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好像这个人是我的正缘，或者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人跟你的缘分非常的特别非常不一般的话，那么请大家好好的去把握一下。但是呢，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需要你调整，这个就是这个面目狰狞的娃娃给我的感觉。也许你们2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呢，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层面再进行更深层的一个调试，你们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你们2个人的缘分是非常好的，你们的连结是有一点命中注定感觉的，你们需要去相信自己，也要相信这段缘分。另外呢，有些朋友我觉得这2个能量在告诉我，就是有些朋友2月份还没有遇到他，2024年的2月份可能才会遇见他，因为我们今年的一个年份是跨越12到13个月这样的时间，而宇宙呢在这个 bus 这个巴士小面包车明显是一个进入的
意思，从2月份进入，所以你们的正缘非常有可能是从2月份进来，如果不是2023年的2月，就是2024年的2月份了。好，行，那我们来看这个，那我们把这个收一下啊，因为这个能量没有出现，我们就把它移开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你的正缘啊，我们现在就进一步的来看了你的正缘是怎么回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2组孔雀铜矿的朋友啊，你的正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musician， 音乐家。第2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正缘呢，可能他会从事一些跟艺术创作有关的工作，这个是第一个信息。第2个呢，你们的正缘呢，非常喜欢音乐，可能喜欢听歌，无论他喜欢流行、经典还是爵士等等啊，我感觉到你的正缘对音乐的这个造诣和感觉非常的高，非常的深。有些朋友呢，跟你的正缘相遇，有可能是在音乐会上，或者是跟音乐有关的一个能量上啊，或者是你们2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所讨论的话题是跟音乐有关的 ，the musician。第2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正缘有可能真的是就是跟做音乐的吧，啊，无论是唱歌还是这个乐器，还是说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做着比方说谱曲啊、写词啊等等啊，这个人的音乐造诣非常的高，或者是这个人很会，他会有一个手艺，就是他除了工作，也许他非常的会弹钢琴，也许他会非常的会拉小提琴啊，或者是你们2个人啊，第2组牌的朋友，也许你是不是在音乐方面也是有非常特别的天分呢？这张牌啊，也许你的这个正缘是一个天分、艺术气息非常高的一个人啊。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了 celestial 这个celestial 这个单词啊，就是天体，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无限的宇宙嘛。这个能量让我听到是什么呢？我觉得宇宙希望你能够知道啊，就是无论这个人他安排的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自于什么样子的领域，做着什么样子的工作，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你们2个人在我们的物质社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地球当中，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位，找到了自己定位了以后，其实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的，或者是对方所期待的，都不再是所谓的精神都不再是所谓的物质社会里面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助。你们其实在乎的是那种远走高飞，你们在乎的是那种天上繁星，看着流星，或者是你们在乎的是那个在闲云野鹤当中有一个人能够陪着你们，牵着你们一起去欣赏天上的美景，仅此而已。你们要的是精神高度的契合，高度的连接。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这段感情比较像是一段极高的精神连接这样子的感情啊。你们可能需要去跨过很多心理的坎，并且能够治愈曾经感情里受到的伤。在跟你们正缘连接里面，你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是如此的正确，这个人是如此的美丽，这个人是如此的跟自己契合。当遇到这种真爱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变得那么的简单，变得那么的轻松。我看到这种有一点隐居的这种生活的能量啊。第2组牌的朋友，这种隐居呢，并不是说你们真的会去一定会去什么山间田野，这种隐居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心变得非常的平静，你们会觉得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得到一种终极的和解。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在曾经的无论是感情、人际关系还是自己的生活里面曾经可能经历过一些比较动荡的，或者是比较有挑战的事情。这些经历、这些阅历可能会让你们一度对这个世界或者是对这个宇宙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不满意，或者是对自己有很多的怀疑，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意。但是呢，当你们跟正缘相遇了以后我看到了这种，当你跟自己和解，当你跟正缘相遇了以后，你们的世界或者是你们的生活将完全发生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更
更加像是活在一种理想的世界里，更加像是活在一种理想的国度里面。你们虽然还在地球上生活，但你们的世界里面是充满着那种灵性，充满着音乐，充满着那种神奇和魔法。在你们的世界当中，一切都是100分的完美，100分的美好，就是那种美好的能量可能会包容着你们，包围着你们，让你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其实它不存在好跟坏，是我们自己眼中所折射出来的好跟坏。在这个正缘的连接当中，我看到了很多朋友，你们就是不再去向外追寻，你们也不再去向宇宙所求，因为我看到你们一切之所求都已经变得就是没那么重要了，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你们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什么赞许或者是认可。我看到了在这样子的能量当中，就是接到了一种真正的无限，接到了一种真正的就是那种很磅礴很伟大的感觉。在整个星空，在整个世界里面，当我们抓住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抓住了整个宇宙。而在这个连接里面，在这个所谓的自己的世界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和自己分享，这已经是终极的美好，这已经是终极的完美了。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正缘可以说是正缘之路里面吧，其实真的是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去管好自己，我们好好的生活。当我们遇到了这个命中注定或者是宇宙给我们安排的这一段连接和缘分里你就能够感觉到宇宙没有忘了你。无论你现在的年龄是多少，你都要坚信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会一个人，你一定不会。因为这段缘分它不属于是我们要培养，或者是我们要去建造，这段缘分是宇宙为你安排的。宇宙为你安排了一个人会陪你到老，宇宙为你安排了一个人会陪你看星星，宇宙为你安排了一个人会让你真正的宁静和平静下来。我们最后差点忘记了，就是我们要看宇宙要给你的一个指引，或者是关于这个正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提点在这里就希望跟你做一个分享。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来，第一个宇宙要跟你分享的是Grasshopper， 这个是蚱蜢吧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指引牌是平衡，在这张牌里面再一次出现了平衡， Situations in the balance that require careful handling。我们要去怎么讲呢？就是一切都有一个平衡一切都有一个平衡，我们不能去打破一种平衡。这张牌给我的感受是什么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在你跟你正缘的连接当中，宇宙希望你能够理解平衡真的非常的重要。这段缘分，这段关系，平衡是终极的奥义，你要能够掌握到自己怎么样去设置自己生活的平衡，你要能够懂得怎么样去与人连接的时候保持自己的一种中立，既不去太多的给予自己的爱，也不去太强势的去阻断别人给你的能量我们要能够找到和抓住这样子的平衡，我们要能够勇敢的打开自己的心，既能够去给予，同时也能够去接受。所以呢，这张牌 Grasshopper 给我的感受就是你跟你的正缘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很平衡的关系的，这样子的关系对应在不同朋友那里可能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相互需要彼此的我听到了相互的需要，不是说离开你不行，而是因为有你，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你们需要首先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整理好，够独立。那么当你们真正去连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这样子一种自信和稳定，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跟他分享，还不迷失这个独立的自我。好，第2张牌呢是云朵短暂的一个问题和矛盾。这张牌呢就是宇宙希望你能够懂得我们所谓的正缘，虽然这里是一个命中注定，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完美的能量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一切的完美都有它不完美的存在，但是这些不完美它是在完美之下所相互对应的，而所谓的完美可能也是在不完美之中所对应出来的。宇宙说
总是可能会有一点矛盾，总是可能会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磕磕碰碰，但是这所谓的矛盾跟磕磕碰碰，它都是短暂的一些矛盾。就像我们看到天上的云朵，太阳呢其实就挂在我们的天上，我们看不到它，并不是代表太阳不存在，而是云朵挡住了。所以这个人包括这张牌给我的感觉，不要被外表的一些现象迷失了，也不要被短暂的一些距离就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在或者不爱。我们要能够相信这段爱的存在，我们要能够相信这个爱的永恒。就只有你自己相信这个爱是永恒的，是不变的，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吸引或者是得到这一份永恒和不变的爱。 OK， 来最后一个能量我们来看第二个牌的朋友，这个宇宙给你的讯息究竟是什么呢？ Lobster 龙虾， Financial pinch 跟钱有关的事情。我不知道第二个牌的朋友这个能量出来以后，你们会不会就是会反思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感情问题，可能我们都想看跟感情有关的，但是宇宙出来的能量却直接指着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等等其他方面。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能量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分割、绝对的分离。就算我们去干感情的问题，就算我们去看一个完美的正缘，也许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有关于业力、有关于矛盾、有关于相处之间的一些事情。所以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就是生活当下，无论你当下你觉得你遇到了他，因为这个是2月份这个能量可能大家比较难一点判断，因为我们现在正好就是2月份，这个人有可能刚出现，怎么去判断可能很难。这个人有可能是在明年2月份2024年出现，所以现在你可能还不能够遇见他。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情况，我希望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能够理解我觉得当下宇宙其实希望你能够专注于这种平衡，你生命当中你去看一看哪里也许失衡了，哪里需要你去调整。而在你当下所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宇宙希望你能够懂得勇敢面对它，勇敢的解决它。这个问题只是短暂的，而在经济层面当中，你要能够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小小的疼，这种一掐一捏的这种疼痛，其实它不是真正的问题，它也不会给你造成多么大的一种可能伤到你，但是却能够给你一个提醒，却能够给你一个警醒。有的时候这小小的一掐一捏的疼痛，其实才是宇宙给你真正的爱。所以呢，在这里希望第二组牌的朋友好好的关注自己的生活，让我们调整好自己的能量保持中心，保持中立，保持平衡。我们在这样最好的能量状态当中去期待这个宇宙已经为我们安排的美好就足以了，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太焦虑了，把这最终极的安排交给宇宙，我们相信宇宙，我们和宇宙一起创造出我们真正内心所需要的爱情。好了，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有关于你的正缘的一个能量和讯息。那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对应到大家这边。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非常美丽的孔雀石。跟大家讲一下孔雀石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有真正的用孔雀石选过牌。孔雀石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这种很纯绿的颜色，对不对？那么它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轮的能量。孔雀石呢，在很早以前无论是在古埃及还是欧洲等等世界各个地方能够看到这个石头的地方呢，其实都会已经把这美丽的孔雀石作为一个非常神圣的装饰品或者是首饰戴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装饰在我们豪华的建筑群里面。所以呢，这个孔雀石它其实本身带有很强大的那种高贵的感觉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孔雀石因为我这个是比较小的，我还有一颗非常大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孔雀石。你能够感到这个孔雀石有这种眼睛，对吧？这个小眼睛。那大一点的孔雀石呢，就有大眼睛。那么在这个眼睛的能量当中呢，它会把它叫做眼睛之石 Eye Stone。那么这个宝石呢，可以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就是提升我们的这个眼光和我们的见识。在很多时候我们去
冥想，我们去给宇宙下订单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去从自己内部去创造一个实相，显化我们生活的时候，其实都会是从一个思想、一个能量为起点。那我们的思想能够走得多远，我们的现实就能够到达多远。所以眼光和眼光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孔雀宝石呢，它同时也是一个保护之石，它保护的是谁呢？它保护的是孩子们。所以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其实戴孔雀石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综上所述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其实孔雀之石呢，它不仅仅美丽，它不仅仅特别，同时它还非常的善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颜色绿色，直接对指的是我们心轮我们内心最真实、最美好的能量。好，那我把它放这里那今天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正缘那么我们就首先来通过你们所选用的这个美人鱼讯息的能量来给大家抽出你们的能量。同时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验证。再一个呢，我们也是要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当下你与你正缘的距离。这个距离呢，有可能是物理距离，也有可能是你们能量当中的一种平衡距离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选择到孔雀之石的朋友，你与正缘之间，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能量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 Be Spontaneous， 这张牌是什么呀？同步性同时进行。这张牌真正在讲的是什么呢？我听到讯息就有些朋友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在给我们丢球，我们可能会当下想要的是爱情，宇宙可能现在丢给你的是亲情、友情、事业、学习。那么当宇宙丢给我们这个球的时候，当生命生活丢给我们不一样的球的时候，我们是接还是不接？有的时候我们一心想求爱情，可是呢，你心里非常清楚，当下生活的重点也许不是爱情。有的时候呢，你一心想求事业，你一心想追求我们所谓的功名利禄等等一些东西，可是你却明白感觉到当下你的生命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那儿等你。所以说我们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的去强调，一个是 me 这个英文单词就是我自己，一个呢我们可能会非常强调的是 now， 就是当下和现在。可是宇宙的能量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宇宙既没有我，因为宇宙很庞大，它不存在一个人两个人，是所有的人。宇宙也没有 now， 因为宇宙并没有时间的限制，宇宙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学着去，我们一边说是把握当下吧，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去把握当下。什么叫把握当下？就是当下所有的美好，当下生命当中给我的东西是什么，我就接什么，我就关注什么，我就重视什么。那么我们自己心里的美好和期待呢？我们自己心里的美好和期待，我们也要去努力。但是呢，也许当下如果这个能量并不是重点的话，我们要能够平衡，我们要能够分出重点，分出主次，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叫做顺应当下，活在当下。在生命的长河，在生命的长流里面，如果生命给我的是爱情，我就好好的享受；如果生命让我好好的努力去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那我就认真读书，认真的去工作，对吧？ Be spontaneous。 好，再来这张牌的能量也有在感情里非常具体的讯息，等会儿我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 turn away。 哇，这个能量出现以后我听到的能量就是比较两个这张牌两个点。第一个点，有一部分的朋友在感情里你需要回头你需要回头。这个正缘有可能是你曾经遇见的一个人，这个人有可能他已经改变了，他已经升华了，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了。你也改变了，你也升华了，你也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你了。你们两个人有缘重聚，但是需要你能够愿意去接受。这是第一个非常具体的能量我听到了。第二个 turn away， 我听到有一些朋友在你的能量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的情感连接当中，尤其是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觉得跟他在一起能量当中，你觉得非常的损耗自己，消耗自己的心力，
你需要离开。在你的正缘能量当中，有一句话叫 Be spontaneous。宇宙说的是这个能量啊，不要去追寻，不要去一味的自己去主动的改变，而是你要顺应这个能量。如果你现在到来的人是正缘，我们就把握；如果现在到来的是业力，或者是有一点孽缘有一点这个纠结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止损和离开。就像这个大海里我们有的时候遇到的是美人鱼，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鲨鱼，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美丽的海草，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危险的野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面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判断，也有不同的行动。所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我们要能够在内心当中知道自己就是在这个海洋里，或者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真正要寻找的是什么？是探险吗？有些朋友如果是探险的话，那么鲨鱼也将是最美好的风景。如果你在这个大海当中，你想要的是这种美好，去找到这种神奇，比方说奇迹的美人鱼的遇见和邂逅的话 ，OK， 那么你可能是另外一种眼光看到美人鱼。还有一些朋友，也许在这个生命当中，在这个大海当中，你要的是一种，比方说很轻松的可以很自由的，对吧？那么也许你要遇见的可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鱼，或者是美好的、美丽的、漂亮的鱼。所以说，我们把生活就把它形容在一个大海当中。因为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选的这个神谕卡它有一个主题就是大海。我们在大海里，大海里其实跟我们的世界也是非常类似的，只是有水而已也是有，比方说很凶恶的鲨鱼，也会有很美好的海豚美人鱼神兽等等海草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能够明确懂得自己内心所想要，并且能够顺应这个海的这个潮汐、潮起潮落，以及海洋当中的一些规则去，我觉得是顺应自然的去走。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抽牌。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能量的对应的话，我觉得当下你生活里你要去看一看，就是第一个，有没有自己在求一些生命当中并不是当下给你的能量。比方说你现在一心想求爱情，但是你其实学习和工作更重要。有些朋友呢可能一心想求的是学业或者是事业，但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当下你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爱你的人存在，他需要你的关注，他需要你的爱，他需要你跟他的一些互动，对吧？还有一些朋友看看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一点像是需要你去回头的人，还是说有一个需要你去转身离开的人，这都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能量里的一些展现，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你的正缘。好，选得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请宇宙给我们指引，你的正缘究竟是谁呢？我们这里是 Page of Pentacles。好，这是一个金币元素的侍者，而且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大家听到肯定有点不高兴但是我听到这个讯息还是跟大家分享。我听到你的正缘有一点小气，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人在金钱跟物质层面上有一点点不舍得。这个不舍得呢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也许这个人呢在金钱物质层面还没有到达一个比较丰厚或者是稳定的状态。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这个人可能对于金钱他非常的保守属于那种比较怕失去的这种类型。那也有可能呢在他过去的生活里面是属于那种很艰苦的，或者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比较的艰苦，看待物质和看待金钱层面是比较就是缺乏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物质层面今生在你遇到他以后，在你们物质层面，也许你感觉到这个人其实不一定就是穷，也不一定就是没钱，但是他就是可能有点小气，或者是他在用金钱的时候跟你用金钱的时候想法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宝剑皇后，这个人呢
啊，对于物质层面的东西是比较看重的啊。我看到这个人对于物质层面的东西比较看重，这个人的能量可能是风和土啊，可能是风跟土的结合。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人呢，对于物质层面的东西他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呢，他对物质非常的有感觉，他知道物质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当然也会讲说啊，我们的这个世界物质绝对不是唯一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能够不去承认吧，就是物质跟金钱对于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性，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去用金钱去兑换的，对吧？这个人我刚才讲过，有可能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他曾经的经历啊，对于金钱比较的缺乏，所以呢，我看到啊，在面对金钱、面对物质的时候，这个人呢，他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的严格啊，比较的严格。可能他在花钱的层面，或者是他在对理财的层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的谨慎。所以呢，在金钱层面啊，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如果说你对金钱同样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心态的话，那么你跟这个人可能就会非常的同步。如果你在金钱层面属于那种比较随便的，就是对金钱没什么感觉啊，有钱就花了这种样子，可能你会跟他在连接的层面会发现一些很不一样的感受啊，你们两个人对待金钱有可能会很不同。这张牌呢，刚才我看到的时候，它是一个正位的啊。这张牌呢是圣杯骑士，这个人呢非常的浪漫啊，这个人非常的浪漫，圣杯骑士。但是呢，这个人啊，我看到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浪漫啊，对于你的这种浪漫，会是属于那种比较实际的层面。我们在讲浪漫的时候啊，其实它会有很多种表达的形式。有些人的浪漫呢，可能是挥金如土；有些人的浪漫呢，可能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精心设计。有些人的浪漫呢，可能是全部都在细节里，需要你们仔细的去体会，才能感觉得到，对吧？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正缘呢，可能属于比较实践的那种类型，就很实在啊，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对待金钱他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呢，在感情里他也不是说随便的就投入，或者是随便的就喜欢上一个人，并且跟这个人啊可以去发展。我看到面对感情呢，他的内心非常的单纯，而且这个人在骨子里是非常向往浪漫爱情的。但是呢，他向往浪漫爱情，不代表他给你的浪漫是你内心当中可以理解的浪漫。其实我在当下的这个能量当中啊，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正缘呢是属于那种拼搏的类型，你们的正缘呢可能是属于上进的类型，你们的正缘呢可能会属于那种就是让你会觉得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正缘应该是属于那种让你觉得他非常有潜力，让你觉得他非常的值得信赖。这个人不一定在跟你相遇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啊，你们的正缘是一个黑马级啊，就是黑马级别的一个人，他能够在他的世界里就是越来越好，他也能够在跟你的连接当中，无论是跟你学习还是你们两个人相互学习啊，可能你们都会在这段感情和这段连接里面，大家都把生活跟日子变得越来越好。在遇到你之前呢，他的生命里面可能会觉得金钱和物质是绝对的，是唯一的，是那么的重要。但是遇到你以后呢，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地球之上啊，除了金钱、物质、社会地位之外，他也需要一段非常浪漫的爱情，他也需要一个人一个真心去爱他，去保护他，去包容他，去理解他，去无条件的支持，而且呢，不被金钱所束缚。我觉得这是对他来，就是你的出现对他而言，应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存在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好，我们来看。OK， 这张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金币8的一个逆位。OK， 这边逆位牌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而且土象能量的偏重。金币8的一个逆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呢非常注重交换这个人非常注重交换，这个人呢非常重视的是价值非常重视交换，非常重视的是价值。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正缘给我的感觉，其实他对于
很多事情吧，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一点点无奈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他可能曾经家庭环境，或者是他曾经的，就是跟金钱的一些经历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在通过他的这种努力之上啊，我觉得他已经让自己的金钱变得非常非常的，就是越来越好啊。而且呢，这个人呢，在遇见你之后，我看到了他对于整个自己的，我觉得是慷慨，或者是对于金钱啊，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从这个能量当中听到的是，在遇到你之后，其实他会更多的愿意去拿出自己的金钱去分享，跟你分享，跟别人分享，去做他自己可能心中想做的事情，但是却不敢去尝试的一些东西。金币八的一个逆位，我看到了这个人在心里其实是非常渴望那种，就是能够去让他觉得被接受和被包容的感觉。曾经呢，你的正缘啊，他经历了很多的拒绝，这个拒绝不一定是情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情感的。我听到是你的正缘曾经呢，他所经历的人生是比较就是挫折有点多的那种。他可能曾经呢，在他的世界当中，就是因为金钱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现实层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会打到他。我们所谓的被生活抽了耳光的那种，所以说他对于生活里的一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车子啊、金钱、存款、工作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非常的看重。但是呢，我觉得在遇见你之后啊，他真的就是有变化。这个人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在遇到你之前可能会比较的坚强，比较的有外壳，而且它的壳很厚、很硬、很冰冷。但是呢，你的正缘在遇到你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人变得柔软了，至少他的心里啊，就是想柔软，想变得更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另外一种存在吧，而不需要像之前那个样子去生活，让自己的世界不要永远冰霜，让自己的世界可以因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啊，而变得温暖起来。对。这张牌 Six of Wands 成功。你的正缘啊，第三组牌的朋友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大器晚成的感觉。其实你的正缘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成功的人，但是呢，他的优秀、他的成功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别人给他的。他的优秀和成功呢，是属于被生活打出来的啊，被生活打磨出来的。其实有一些朋友啊，在你们的连接当中啊，我刚才已经听到了一点这个信息，就是你们的正缘有可能是一个曾经你们不得不离开的人。这个人呢，在很早以前其实跟你两个人是有一次接触的，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实层面的一些原因，你们两个人分开了，你们两个人分得很远，可以说是重新又回到自己各自的独立的生活圈里面去生活啊。但是呢，我看到是什么？我看到你的正缘其实因为你，他在努力的改变着，因为你，他在努力的寻找着另外一种，我觉得是存在的方式。因为你啊，我觉得他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呢，可能不是我们一天两天就能够用肉眼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些改变其实很多的是来自于他的内心，来自于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个，就是看待他的一种方式。你的正缘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他非常的成熟。我们看到了皇后级别的能量，看到了这个骑士级别的能量，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正缘啊，它是一个会从一个比较，就是感觉很坚硬，然后呢往下走就变得柔软，而不是说从一个柔软很嫩的、很不懂的，然后变得很什么都懂。所以你们这边能量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很好判断。就是说你的正缘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在你第一次刚开始遇见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无比的坚强，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身披战甲啊，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他，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走入他的内心，他也不允许别人靠近他。但是呢，当你跟他真正的连接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正缘其实非常柔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而且没有人会用浪漫这两个字去跟他做连接。但是呢，只有你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他的浪漫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打开方式，或者是你可能会惊艳到这个人其实是如此的喜欢去讲浪漫，或者是谈浪漫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人其实是因为你而融化，因为你而变得年轻，因为你而变得我觉得是喜悦和开朗。
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当中，就是你跟正缘之间啊，有一定的疗愈的这种特质在里面，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第6张牌啊，就告诉我们的正缘啊。我们看到了圣杯6，对，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这边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救人回归的能量出现。同时呢，圣杯6的出现，有些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你的正缘可能是你的儿时的伴侣，或者是你小学的同学，或者是你曾经的朋友。你们2个人其实会有一段非常非常天真、非常非常浪漫、非常非常无邪的一段回忆。这段回忆呢，是你们最最最宝贵的一段记忆。但是呢，这段回忆啊，我听到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过去非常好，但是呢，也正因为过去那么好过，所以说在你们接下来如果是分开或者是之后啊，就你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再遇到一个他，可能你也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是他的话，你没有办法再跟另外一个人走到一起。也许你们尝试，也许你们逼着自己去离开，但是呢，我听到的信息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得不回头啊，不得不回头。好，那么这个正缘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你跟你的正缘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能量的调试。当你跟你正缘今生相遇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时间不对，或者是条件不允许，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啊阻拦到了你们。我们的第1张牌呢是金币侍者的一个逆位，土元素侍者的逆位。也许你们之间因为一个消息，因为一句话，因为别人因为什么事情，而让你们2个人没有办法在现实的层面真正的连接。于是你们2个人可能会就是经过那样子一次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初恋。经过那样子的一次事件，或者是那样子的一个短暂的爱情之后呢，你们可能会各自我们所谓的各奔东西，各自奔各自的前程，各自奔各自的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些朋友你们这里就是单身也好是跟别人恋爱也好，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是你们的正缘其实它展现出来的就是你看到它的一些能量和讯息，和它真实的一些东西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个人呢，不喜形于色，也不喜欢真正的表达，也不喜欢真正的说出来。有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和说出来的，甚至是跟你知道的完全相反的。这个人可能会误导你，因为这个人的内心自尊心非常非常的强大。再加上这个人呢，如果说他原生家庭以及他曾经在物质层面、社会层面有一些磨难的话，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经历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更加的敏感。他不希望在最喜欢的人的面前就是暴露出自己的缺点。所以这个人呢，可能会在你的心中感觉到是那种嘴巴很硬，然后呢自尊心极强，然后呢非常的好强，然后呢不服输，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倔强，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你对他呢可能也会觉得又爱又恨，或者是你曾经用了很长的时间想走出他给你的阴影，或者是他给你的影响，或者是走出你对这个人的爱。可是呢，你可能会经常的流连忘返，或者是对这个人印象深刻，没有办法真正的忘记。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眩晕，就经常会陷入到过去的回忆当中，有点不能自拔。有些朋友呢会跟着这个生命的我们所谓的长河就是如果当下没有爱情，那我就去追求事业；如果当下没有这个真正的情感，也许我就会去追寻自己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走这样子一条道路。但是事实上呢，其实你们2个人的连结我从宇宙这边看到了，就是你们从来都没有断开过。你们的正缘呢，其实也经历了一段非常难受的，或者是不容易走过的一段日子。这个日子呢，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属于那种哇，你越来越好了你越来越帅了，你越来越漂亮了，你越来越成功了，你越来越有钱了，等等等等。但事实上呢，在你的正缘的心里，他是越来越苦了，因为他离你越来越远了。所以说在他的心里，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就是像你一样能够走入他的心，或者是像你一样能够打开他的心。你在他的心里其实永远都存在着，而且呢一直都在那里。金币8的一个逆位还有权杖6，我感觉得到其实
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你的正缘会非常华丽的重新回到你的世界里来，他会非常隆重的或者是非常高调的走入你的世界，这需要时间，这也需要他的一种成长。可能有的时候啊，你之前吧，对于这个人来讲，就是你忘记了，或者是你不想再回忆起来了。但事实上呢，当这个人重新降临，或者是回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排斥，你会不接受，你会可能很抗拒。但事实上，我看到在你的能量当中，你对这个人啊有不能够抗拒、不能够自拔的一些东西。这个人也确实会比较高调，所以你看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跟他的能量当中有很多6的能量信息，是一种进入到4以后，又经历了波折，然后再一次进入到更高阶的稳定里面。在更高阶的稳定里面，你们会有更多精神上的东西，而且呢，在6里面可能会有更多4这种物质上的东西的一种，我觉得加持。所以说有些朋友啊，可能这个命运对于你们的安排，你们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或者是你们觉得自己的情路有一点坎坷啊。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会就是感叹为什么生命就不能够给予你心里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带走，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回来。圣杯6。但是呢，我看到你们2个人的缘分啊，就是这种又纠结又喜欢啊，又纠结又喜欢。所以宇宙你看给你的指引牌 Be spontaneous and turn away。少数朋友这边我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当你的正缘重新回到你生命的时候，可能你跟另外一个人是有连接的，就是说你可能会已经想说，这个人已经走了，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也要去开始自己的人生，所以你可能会跟其他的人连接，或者是谈新的恋情。但是呢，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啊，我听到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去衡量一下啊，究竟谁才是你自己心里真正喜欢的。我们所谓的人生啊，不要留有遗憾，对吧？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就是妥善的处理一些关系。那么如果说当这个人回来的时候，你在一段不是很好的关系里啊，有些朋友还是要勇敢的选择走出来啊。我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信息可能不一定能够对应到所有的人啊，有些朋友可能会其中的一部分跟你一样，其中的一部分跟你不同，所以你们要自己的去做一个选择。好，今天的这个部分啊，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想跟大家去看更多的有关于你正缘的信息，所以我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吧。OK， 这里有一个好，这个滑板啊 ，No and Maybe， 然后这个是 November，OK， 看一下，好。星座的能量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没有出现任何的明确的星座啊，没有出现任何非常明确的一个星座。在星座的这张牌卡当中，我们也没有降到任何的一个能量当中，我们只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博士，戴着眼镜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去看星座，不需要去看星座合不合适，你只需要去知道这个人他是谁就好了。而且呢，有些朋友啊，这个星座能量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因为你心中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你知道他是谁，你也知道你的正缘究竟是谁，对吧？所以你不需要星座的能量，宇宙也没有给你星座的提点，你需要自己在心里去确认它，或者是认定它。第2个能量呢，我们看到是在11月份啊，我们这个有一个娃娃，就是表情有一点惨淡啊。我觉得11月份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回归的时候，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尴尬，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部分朋友啊，都会觉得我要怎么再跟他连接，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前任，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人，逃避吗？不可思议吗？可能很多的情绪啊都会撞击在你这里。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天蝎星座的能量啊，所以呢，一切能量都会把你带到一个比较有深度，比较能够让你就是能量是比较 intense 紧张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月份非常有可能啊，你这个之前的这个你喜欢的他，或者是你不能忘记的他，会回到你的生命当中，跟你重新的连接。那么我们看第3个能量是说2023年这个农历年里面啊，你会不会遇见他？宇宙说的是 maybe and no
maybe and no， 什么意思啊？有些朋友呢，其实我感觉到就是大家回来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还是他啊，所以是 maybe， 可能是他。你有一点犹豫，你有一点怀疑，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说哦跟他连接。你们曾经有很多的故事啊，或者是伤，还需要你们一起去做一个疗愈。有些朋友呢，可能是 no， 直接把它否定掉，直接就觉得这个人完全不行。啊，这个是我看到一种情况，所以说2023年也许在11月份的时候啊，短暂的这个人会进来，短暂的这个人有可能出去是因为你把他踢出去，或者是他不敢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离开。我们看这里啊，圣杯6在最后一个能量当中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华丽的登场，他不会轻易的离开。无论你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这个人可能都会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说服你，或者是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得到你的宽恕，或者是重新回到你的生命当中啊。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能量信息。好，我们把这个放这里啊。OK， 滑板。再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滑板啊，滑板的能量给我的感觉它很快啊，它非常的快速。一个是 maybe， 一个是 no，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接受的话也快，拒绝的话也快，所以这个人的出现呢是属于那种突然的，这个人的出现不属于那种慢慢来的，我觉得他是突然的，可能还会让一些朋友觉得有一点惊讶，就是你怎么会回来？你怎么会再一次的出现？怎么会再遇见他？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好不好？OK， 来，那这边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关于这个正缘，如果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能够对应到你这边的话，其实呢，就是每个人吧都应该是值得拥有第2次机会。这个第2次机会，并不是说让我们就跟他在一起，而是第2次去了解，第2次去观察，或者是第2次让他去表现的机会，对吧？对，我是想强调这个能量啊，因为我看到这个人他其实是真的有改变啊，有改变，所以说这个改变到达还是到达不了你的要求，你其实自己要去做判断。你自己要去做判断。如果这个人他到达不了你的要求，你完全可以重新向宇宙下订单，或者是另寻他人。但如果这个人他要是真的到达了你的要求，或者是有些东西他从未变过，只是你当时不知道，或者是因为你们当时年轻就是没有怎么讲呢，就是理解真正的意思的话，那么也许这边是需要你们一起去探寻的，好不好？来，我们继续看啊。OK， 我们的第1张牌，这个人是谁呢？植物seeding， 对呀，植物是什么意思？我们投下去一颗种子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很小的，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甚至让我们怀疑这是我们要的那个花吗？这是我们要的那个水果吗？这是我们要的那个可爱的草莓吗？或者是什么？但事实上，植物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一个茎类植物，非常像茎。那么茎类植物呢，它可以白化，它可以变化，而植物本身它带有非常多的奇迹。我们种下那颗种子，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它长出来的东西是需要营养、时间、光线、水，就是这很多的能量发生变化，植物就会跟着发生变化。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能量，就是在告诉你，也许这个种子，这个情缘早就种下了，只是呢在这个生长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变化。如果变坏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东西把它变好。如果曾经变化了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但是它又离开了，那么当下也许是把它变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是植物。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正缘很安静，我觉得这个人的内在的和他的内向的性格是比较凸显的。植物就是很静，想得多，想得复杂想得多，想得复杂，但是呢也许他野心还很大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些
跟大家分享啊。好，来我们看第二张牌，你的正缘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哎，你看 healer 疗愈者，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舞蹈师啊 movement， 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一点有点小闷骚的感觉 dancer， 或者是这个人呢，他因为我看到这个人会变嘛，所以他有可能在回来的时候是比较高调的啊 dancer 跳舞，对吧？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会展现自己。同时呢，这个人身材很好，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人也许外貌很佳啊，帅啊，高啊，漂亮啊，性感啊 ，OK 这个有气质啊，这个人在你心里有一个很高的位置啊，对吧？也许这也是你很喜欢他，不能忘记他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你们两个人可能曾经一起跳过舞啊，你们可能曾经去看过舞蹈啊，或者是你们两个人曾经在肢体上有过一些接触，知道这个人跟你之间是非常有默契的，在这个身体层面physical 的层面是非常有这种感觉的，对吧？同时呢，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愈者。这个疗愈其实我感觉到是什么呢？其实从我们塔罗的能量来看，我会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是你疗愈了他，但是这个疗愈的能量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我在疗愈你，我在治愈你，但事实上疗愈的能量非常非常容易是互相疗愈。也许在你们过去曾经就是你帮他很多，你改变了他，你让他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但事实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当你治愈了一个人，当这个人好了以后，这个人反过来他也可以疗愈你，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允许的话。如果有些朋友在跟这个人的连接当中，你曾经在这个人身上呢受过伤，流过眼泪痛恨过，或者是悲痛过，伤感过，遗憾过，那么你的这颗心也许能够真正疗愈的人，除了你自己之外，也需要跟他的这一段缘分和契机。 compassion healer， 这个人的内心是个好人，这个人的内心也是一个柔软的人，只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他太过于坚强，或者是被生活就像我刚才讲的被抽过耳光，苦过，痛过，穷过，或者是难过，真的难过，所以呢，在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勇敢，没有你那么的决绝，也没有你那么的坚定。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量，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看自己究竟能不能够，愿不愿意能不能承受做这件事情的后果。所以你看金币8的一个逆位，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正缘其实他的内心是愿意的，他愿意给予，他愿意去分享，但是对于他来讲，他需要更多的就是接受，他需要你更多的支持，需要你更多的包容，也需要你可能更多花一点时间去跟他说，去跟他讲，让他能够一点一点的走出可能他自己内心的贫瘠，走出他内心自己世界里的一些冰天雪地，让他的世界和你的世界融为一体，变得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美好。所谓的没有一个人美好就是要大家一起美好，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你说不是吗？好，我们现在呢来看最后一个，我们的今天占卜第3个环节是来看有关于宇宙给你的建议，或者是宇宙给你的一些提点，关于你的正缘。好，帽子，宇宙说你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角色，你会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这个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他变了，你也变了，可能曾经那个有一点倔强的他，当下变得有一点高调，有一点可以炫耀一点点了，因为有资本了。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你，也许当下也变得成熟，变得稳定了。你们两个人都变了，那么都变好了，为什么不能够在一起呢？给彼此一个机会。好，帽子。然后呢，刚才我还有一张牌是抽出来的，这里是 unicorn 独角兽。他说用你的直觉去做一个
有力的改变。这张牌给我的第一个能量信息，并不是它牌面上所说。都教授给我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你们两个人有非常特别的连结，在整个大千世界当中，可能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在他的大千世界里，也没有人能够取代你。你们两个人对于彼此是唯一的存在，在你们两个人的连结当中，需要你们共同做一个大的改变，做一个大的尝试，并且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就像我刚才看到，又是扮演新的角色，又是要做改变，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这段缘分，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够在我们所谓的今生让彼此都幸福，让彼此都没有遗憾，就在于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种决定，共同的一种改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改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相信那个美好，不是说怕，而是要勇敢的相信，要能够让自己独立到，或者是成熟到能够接受住一些所谓的结果。我们真的只看那个结果，不看那个过程嘛。如果我们能够跟一个人很幸福很快乐的生活一段时间，但是那个结果也许因为什么事情会变的话，那么也许那个结果只是一天，而那个过程是3到5年，或者是5到10年。难道我们真的要因为那一天的结果而放弃了那3到5年和5到10年的幸福和快乐吗？好，来，第3张牌是3月份。3月份北半球是春季，那么南半球呢是夏季，夏转秋，这是一个季节转变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 transition 过渡的时期。3月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这边呢也许还有一些朋友像宇宙给你的提点是有关于星座。3月份双鱼座，3月份还有白羊座，对不对？双鱼和白羊的能量也许在这边会有一些它特别的展现给大家。好，最后一张牌，深色皮肤的女人。有一个事情一个关系和一个女人，就是深色皮肤或者是深色头发的女人，可能会比较的复杂。这边呢我听到的能量有可能是有关于父母亲可能在这段关系里，父母亲或者是有一个人可能对你们的关系就是有一定的介入，或者是有一定的干涉。但是呢大家不要怕很多事情吧，就是问题来了我们就解决它，而不是逃避，更不是恐惧它。什么事情都能有解决的办法，什么事情都能有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在面对正缘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无论你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需要去改变自己的角色你们都要去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的，要相信自己是能够驾驭的，要相信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好的爱自己，相信自己，尊重自己。我相信第3组牌的朋友，正缘的能量一定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你们一定可以拥有把握，并且和自己的正缘幸福快乐的生活。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帮你们所看到有关于你正缘的讯息。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